城中来了一富户，住进了远近闻名的凶宅。不巧，我便是这宅中的恶鬼。我伸了个懒腰，从房梁向下望去。小公子身子骨弱，金贵得很，大家伙可要伺候仔细了。若是有什么闪失，仔细我扒了你们的皮。仆人们纷纷拥着个身姿绰约的白衣小公子进了祠堂。那小公子乖乖地站着，流光锦织成的布料穿在身上，一截月白的手背露出，倒有几分清透美人骨的意味。只不过他戴着碍事的帷帽，看不清脸。一会儿别吓晕过去了才好。我恶劣地想，毕竟没有人能够打扰恶鬼休息。祠堂里的牌位落了灰，若是仔细分辨，几百个牌位皆为同一姓氏的同辈之人。小公子拿块干净的帕子小心擦拭，他这抹白色似乎同周围快要将人吞噬的幽暗格格不入。他却注意到了藏在角落满了灰的牌位，扔下帕子，他用袖子拂去上面的尘土。此刻那牌位真容才显了出来，红木质的，上面画着黑金色的符文，中间有2个刻上去的字，验刃。他是若珍宝的将它捧起来，啪嗒，一滴泪落在牌位上。我眸光一凝，直觉心头一片滚烫，不由自主地俯向小公子温热细腻的后颈。恶鬼并没有常人的体温，只一瞬，我能够感受到来自他肌肤上细微的颤栗和瑟缩。人类的温度，陌生却又格外的熟悉。他攥紧双手，明明被欺负了，可还是一言不发，微微歪了歪脑袋，刚好困住了我欲离开他脖颈的手。饱含恶意的作弄衍生成了某种痴缠不清的意味。他却像是受惊的兔子，大步踉跄着后退，气息凌乱温热，处处散发着任人动作却又无法抗拒的脆弱气息。真可爱。怎么跑了呢？烛火开始疯狂跳跃拉长，四周的黑暗变得混沌而又狂躁，落下的影子渐渐凝成实体，生成无数触手向他涌去。小公子连连后退，在他快要狼狈落地的刹那，我接住了他，可犹如实质的触手在他手腕上勒出道道红痕。这算是小小的惩罚。他喉咙中溢出了一阵闷哼，又软又颤，听得人心里发痒。而那帷帽也恰好掉落，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脸。妈的，长得真带劲！但下一瞬，他直接晕了过去。小公子名于娇，他从小身子弱，吹不得风，平日里出门须得戴个帷帽，再加上不会说话，所以底下伺候的人需要更精细些。他活该被天才地宝养着，却因为他爹心纳了个妾室，不出几个月肚子便大了起来。妾室耍了些手段，让小公子顶着嫡子的名义外出祈福，便来到了这座鬼宅。小公子不知道自己早就落入了别人算计好的圈套，真可怜，让恶鬼更想欺负了呢。奇怪，老大夫将大麦的手收回，摸了摸胡须。老夫一直调理着小公子的身子，如今暑气正盛，就算小公子着了风，也不该病得这般严重。可这脉象看倒像是从身子里滋生出了寒气。我了然，是我的寒气入了他的体，像是某种隐秘的、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在黑暗中血肉交融，最终融为一处。我愉悦地掀起唇，死死地盯着于娇，瞧着她那饱满的唇色浅淡，却微微张着，像是在索求什么。于娇似是能够察觉到我的存在，她用被子将整个人裹得密不透风，最终却被热得脸颊泛红，眸子掺着水汽，整个人显得活色生香。终于，她用指尖蘸取茶水，在床板上写下“你是谁”。她玉一般的指尖被水浸润嫩得很，眼睛带着怯，却像藏了钩子。我忍不住捧起来，齿尖抵了上去。我并不准备回答她这个问题。于娇颤得更加厉害，还是哆哆嗦嗦地坚持用另一只手写字。你会放过我的，对吗？我挑了挑唇，眼底映出鲜血一般的红意，做出无声的回答：不会。屋外仆人简单敲了几下门，便推门而入。于娇倒收起了害怕，迅速递给他一张纸条，催促着他离开。上面写着：此宅为凶，恐有鬼祸，病弱却不蠢笨。本来只想将他当成逗乐解闷的玩物，但不可否认，经此一事，我开始对于娇有点兴趣了。仆人只是淡定地接过纸条，关上房门后匆匆看了一眼，转而将纸条投进了火盆之中。他整张脸在火光下如恶鬼般狰狞，扯动着皮肉露出森森白牙。小公子见到鬼了，我心里烦躁，挥了挥手，火盆中的火苗猛地蹿起来1人高，像毒蛇一样窜到那人的脸上。院子里只剩下那人的惨叫，这火是灭不掉的，它会缠着人的血肉，直至那人面目全非，须得1分1秒地忍着皮肉烧焦之苦，才余下几口气。他焦黑的手里死死攥着烧坏了的纸，努力张了张嘴，声音像是破败的风箱，碎到不成样子。只是那双眼惨红，不甘、愤怒、恐惧、嫉恨掺在一起，望向我的方向。哦，应该是于娇的方向。于娇在院子中怔怔地瞧着，一张小脸煞白，她眼眶里有泪水打转，将落未落地，咬着唇，似在忍耐。为别人哭了呢，真不爽。
娇娇无人知道的角落，我从于娇身后环住她的腰，指尖缠着她的发丝，贪婪抚弄，轻笑：“送你的见面礼，喜欢吗？这可是来自恶鬼的礼物呢。”于娇似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身子一晃，猛地转过身，落在那双漂亮的眼中却空无一物。凡人根本瞧不见恶鬼。他的表情出现一瞬间的茫然，嘴唇紧紧抿着，病恹恹的，给人一种活不久的感觉。但他这般突然的动作，无异于投怀送抱。我顺势环住他的腰，拱了拱他。抱抱。我特意收敛了身上的鬼气，万一将本就不长命的小公子吓坏了过去，那就不好玩了。府中自然无人关注小公子，只是彼此交换了目光，将那人抬了下去。他们只当小公子是被吓傻了，呆愣在原地。无人知道，恶鬼正在这座庭院之中，和他们的小公子密不可分。于娇半垂着眼皮，如玉的指尖泛着红，依着感觉在我掌心写字。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，犹豫了许久，才平静了下来。他写字速度很慢，像是既恐惧我这杀人如麻的恶鬼，却又强撑着想问明白。你发现了？我丝毫没有愧疚之色。谁让哑巴小公子太好欺负了呢？自己一个人发现了恶鬼，说不得，写不得。所以于娇交给仆人的信，会成为那人催命的符。自此，宅中恶鬼会成为于娇一人心中不能宣之于口的秘密。毕竟我可是坏心思的恶鬼呢。我贴近于娇耳畔，诚心诚意夸赞：“娇娇真聪明。”于娇齿尖发颤，一阵寒风吹过，衬得她苍白脸蛋上的唇色更艳。威胁！呼！我明明帮着于娇除了那祸害，却被认为是威胁，真是好委屈呢。哪敢呢？我嘴角的笑容逐渐扩大，勾起于娇的一缕发尾，放在鼻尖轻嗅，唇齿间皆是刀锋般的森寒。唰！一道白光闪过，于娇那被我撩在手中的发丝尽数被砍断了去。望着面前拿着匕首一脸戒备的于娇，我收敛起了笑意。还挺烈，原以为是个有点聪明的病秧子，哪成想这么辣。这是在挑衅恶鬼吗？我将被于娇割下那缕头发收了起来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心脏那里疼了一瞬。我打了个响指，黑暗从四面八方蔓延而来，很快就将目之所及的活物吞噬。我无声无息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类。地面像是沼泽，黑漆漆的，却能轻易地显出人影。于娇跪在地上，半个身子深深地被底部的触手拖拽了下去，整个人满是被凌虐后的脆弱。可他映在沼泽的影子，却与他截然相反。虽是同一张脸，于娇影子的眼神却邪肆无比。他甚至开始望向我，嘴角一点点向上扯动，露出了尖锐的虎牙，以一种看向猎物的目光，直白热切，恨不得将我吞吃入腹。但很快，沼泽四周泛起涟漪，于娇的影子变得模糊不清。刚刚发生的一切像是错觉一般。于娇晃了晃脑袋，睫毛颤了颤，缓缓抬起了头。于娇像是叫人成瘾的毒药，黑影凝成的触手对其趋之若鹜。他动得越厉害，触手的缠绕便会更紧。毕竟小公子被我碰一下发丝都会嫌弃的割断。那现在呢？他衣服碎成了布条，全身上下都被恶鬼碰过，没有一块好皮肉。我有点期待于娇的反应。于娇眼尾红红的，突地拔下簪子，散乱的发丝单单只露出了通红的耳尖，就这样决绝地朝着自己脖颈刺去。想死！我拦下了他。为防止于娇寻死，我幻化了吊环，戴在他手腕上，将他高高吊了起来。于娇抬眸，其中不着痕迹地划过一丝暗芒。他嘴唇微动，突然哭了出来。再无生机。美人落泪，因我而起，却不是为我。不过他哭起来真好看啊，很想让他一直哭呢。我用簪子挑起于娇的下巴，强迫他看向我，不准死。于娇愣了愣，兴许是愤怒，脸色涨得通红，缓缓发出青涩而又稚嫩的声音：“杀人。”恶鬼。在出生的刹那，他自己都很是诧异，但这是我的地盘，能让人说出心中所想。我纠正：“是礼物。”于娇纯善，我无意同他解释过多。他神情突然激动了起来，触手凝成的锁链晃动，却也根本动不了分毫。死了！火！怪我！他最后几声似是压抑不住，带着哭腔的颤音，如此可怜巴巴的模样，倒像是我欺负了他去。杀我？怎么可能杀呢？我可舍不得。我扣住他后颈，将他带向同我极近的距离，缓缓吐出的话一点点击溃他的心理防线。对，是你不乖，所以他死了。于娇近乎卑微地捧着我的手，甚至将脸蛋埋上去。是我不乖，杀我，好不好？喵的，竟然为了一个要害自己的人甘心赴死。真期待于娇知道真相时的表情啊！我缓缓擦去于娇眼角的泪珠，抹上了她的唇，温柔而又宠溺地笑着。好啊，不过剩下的人都没娇娇有意思，等娇娇死了，他们也都去陪娇娇好了。我觉得自己贴心极了。我从来不会逼迫任何人，毕竟恶鬼想杀一个人轻而易举，而且于娇死了也会成为鬼，刚好同我作伴。
是生是死他都逃不开。但这对心软的小公子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于娇听出了我的意思，与恶鬼做交易，但他退无可退，招惹上恶鬼可是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的。此刻的他就像是迷路的小兔子，只能焦躁地转圈来讨好我。别，只欺负我一个，好不好？真护食。我深深地望进于娇的眼底，审视着眼前白白嫩嫩的人类，不由欲念横生，终于软下声来。好啊，可是娇娇不乖，我需要喂娇娇一点东西才放心。哎呦，老天保佑，小少爷您可醒了。小少爷刚刚在院子中走着走着突然晕倒了，幸好没出什么事儿。于娇再次醒来时已在房中，她身上的衣服完好无损，刚刚的一切好像一场梦。于娇迷茫了一瞬，可真当实打实的瞧见仆人们围在自己面前时，突然惊悚后退，将自己裹在了被子里。众人相继对视一眼，勾了勾了唇，识趣地退了出去。娇娇在逃避我吗？我慢条斯理地挑开了于娇的被子，只见她那精雕细琢的脸上带着泪痕，抬起眼来，眼角已绯红一片，睁大眼睛不声不响地瞧着自己唯一的遮蔽物凭空飞了出去，像是可口的羔羊，完全暴露在我眼前。娇娇是认为我不存在，于娇眼神飘忽不定，咬了咬手指，随即捂起了耳朵。小公子在自欺欺人，真可爱。看来于娇忘了我刚刚送给她的东西，没关系，我会帮她回忆起来。届时于娇的表情一定很漂亮。我捏了捏于娇的两只手腕，握住，不足一圈，伶仃的紧。房内有一箱满宝石的铜镜，就这样，镜子前出现了诡异的一幕。小公子双脚离开地面，似被人从后面抱起，只能无力地向后仰去，衣衫自动渐渐褪去。睁眼，娇娇，铜镜中小公子失去焦距的双眼陡然凝在一处，继而露出诧异而又羞恼的神情。他的腹部生出了诡异的红色印纹，像是扎根于血肉，稀释于精气，在那白嫩的皮肉中生长，疯狂攀附于他的脖颈上，越发妖艳。就这样，他呼出的热气印在镜子上，生出了一片白雾，模糊了一片光景。巨大的恐惧与绝望笼罩着他。你在镜中的人美得着实虚幻，之前病恹恹的虚弱模样，反而因为此刻表情有了几分鲜活。我抓住他的手，同他十指交握，那镜子上的字很快被指印隐去，轻声呢喃：想起来了吗？娇娇。于娇微怔，指尖蜷缩，别过头去，似是拒绝回答。秃弟，我神色一凝，狠狠捏住他的下巴，鲜血正从他口中流出。仔细瞧去，他将舌尖给咬破了。明明最怕疼，却执拗的可怕。他神情恍惚，呼吸紊乱而又急促，一抹病态的红染上他的颧骨。还你！我喂给了他血。恶鬼之血是极阴之物，但因为小少爷身子虚得可怜，反而成了大补之物，至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快。唉，恶鬼总是容易被人误会。人类甜美的鲜血对恶鬼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尤其是自愿献祭的，修为、魂魄还有点不一样的功效。这小少爷真的不知道此刻他的血在恶鬼眼中是多么美味吗？我眸中红光一闪，很快压下心中那股快要失控的情绪。我捏住他的脖颈，手指顶在他的下巴，这样使得鲜血缓缓从他嘴角溢出。我凑近，小少爷，既然想还，那就以跟之前一样的方式吧。小少爷在房中躲了整整1日，着实是那露在脖子上的印纹太过诡异，如同封印着妖物的符文一般。小哑巴累了疼了开不了口，只能一个人默默忍着。来往的仆人也只是象征性的将饭菜放置于门口，若不是我强行喂给他，他恐怕会成为一具空有皮肉的人偶。直到他脖子上诡异的印纹消失，他这才长吁了一口气。我有些吃味，便发了狠似的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小口，很轻，没有刺破皮肉，却足够小少爷长点教训。于娇呜咽了声，试图安抚我。好看，贱人，不好。我的心情竟诡异的好了起来。约莫傍晚，于娇叫了管家进来。整个屋子都是我的气息，管家进来时肉眼可见的打了个哆嗦。他隔着帷幔试探性的问了句，眼底透出些许兴奋。小少爷可是身子不适，我刻意制住于娇，不让他有任何动作。那管家胆子大了起来，一步步上前，他手放在帷幔上，刚准备掀开，帷幔中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将一张纸条递了过去。昨日烧死仆人。管家微微一愣，还是接了过去，弯下腰，毕恭毕敬地回答：小公子，您莫不是糊涂了？昨日并没有被烧死的仆人啊，咱们几个随您来这处的都好生在这儿呢。于娇脸色煞白，他的手指陡然抓紧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无辜。人是我杀的，但并不是我藏的。很明显，这群人有问题。但小公子并不这么认为。他咬了咬手指，便让管家下去，只是不愿意再搭理我，则平白无故被冤枉了。我有些不悦，冷冷地望着离开的管家。夜晚，我送给了他梦魇，并控制他亲手折断了自己的手骨。愈合，又折断，一轮又一轮。
他突地睁开双眼，瞳孔骤缩，冷汗直流，却根本动不了分毫，只能无助地看向床顶。他兴许是突然想了起来，白天给他递纸条的手是鬼画出来的。月上柳枝被黑云微微遮盖了些，周遭发着红，诡异得很。处理完后，我心情勉强好了几分，可房中并未见小公子。不过他身上有我的气息，我寻迹找去，只见白白嫩嫩的小公子披着件斗篷，整个人都缩在帽檐中，正一张一张烧着纸钱。元宝是小公子精心叠的，上面带着常人瞧不见的金光，竟有不少的功德。果然，他周围有数十只恶鬼，正围着火盆，贪婪地吮吸着香火，一个个青面獠牙，口水都快要滴落到小公子的身上。小公子看不到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将身上的斗篷裹了裹，又往火盆里扔了一张纸钱。可是火突然蹿得很高，竟然直直地朝着他的面门。毫不怀疑，若是躲闪不及时，于娇定然会被那火烧得面目全非。我将那火盆踢开，一把抱过于娇。我身子冰，刚好缓解刚刚火焰带来的灼热。于娇惊魂未定，眨巴了眨巴眼，似又回忆起昨日那仆人被烧时的恐惧，竟一下晕了过去。那群恶鬼本来恼怒于有人坏他们的好事，可当我扭过脸来，为首的那恶鬼模糊的脸上竟露出惊惧的神色，近乎于失控。验刃，什么鬼名字？老子才不是什么验刃！我掏出软鞭，上面泛着蓝色的冷光，像是某种动物的鳞片制成的，带着肃杀的气息，直直地走向他们。我神色淡淡，伤了他，选种死法。报应啊报应！那鬼发出尖锐的笑声，眼眶子里的眼珠快要掉出来，黑气在他身边缠绕。呵呵呵，你再厉害又如何？现如今大家都做了鬼，指不定谁比谁，这群鬼压根不是我的对手。不过我发现他们的魂魄倒是坚韧得很，不像是普通的恶鬼，是修道之人。可我手中的鞭子恰恰能够伤得了他们。虽不知这鞭子的来历，但我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想必是我之前抢来的吧。果然没几个回合，他们魂魄便虚弱得厉害，几乎透明，像是只要风一吹便立马散了去。正当我准备彻底让他们彻底魂飞魄散时，有一只恶鬼竟然攻向了于娇的方向。我只好收回了攻击，转而护着于娇。那鬼被我掐住命门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发出了尖锐的笑声，脸上的血肉狰狞而又恐怖。哈哈哈！验刃啊验刃，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呀！你作恶多端，屠杀同门，手段恶毒，将我们镇压在此，魂魄不入轮回。没想到你和我们下场一样。听他说来，验刃生前是个恶人，真是好可怕呀！幸好我生前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不想听他多说，一把捏碎了他的魂魄，其他鬼则趁机逃遁。呵呵。想逃？我周遭气压飞速降低，黑暗凝成触手，从四面八方朝着某一点涌去，隐隐有什么东西要不受控制。可于娇醒了，我怀里的她就像破败的木偶，除了微颤的睫毛在一下一下的扑闪，像是没有一丝活的气息。她的手指动了动，不经意间抚上我的鞭子，她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，眼神在一瞬间亮了。喜欢鞭子？我俯下身，将鞭子送进他的手心儿，我的身后无数暗影交错缠绕，我的心情也跟着愉悦了起来。喜欢？我有些意外，想不到瘦瘦弱弱的小公子竟然喜欢这种东西。于娇不由自主地瑟缩了一下，目光扫向那鞭子，却温柔了好几分。漂亮，确实，这鞭子要颜值有颜值，要武力有武力，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工具。而且我别有深意地看了眼于娇，好像还可以玩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于娇并未察觉到我危险的想法，只是定定地望着某一方向，似笃定了我的位置，手下兴冲冲地写着：他很重要。倒也不是，只是从我有记忆起，这鞭子就陪着我了。我可不是小气的鬼，挑了挑唇，豪爽得很。送你。于娇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，琥珀色的眸子迷蒙，兴奋的神色陡然消失了。给我，当然。我重重点头。于娇咬了咬唇，像是在拼命忍耐着什么。恍惚中，我竟然在于娇脸上瞧见了一丝不属于她的凶狠，但又很快消失了去，像是我的错觉一般。她推拒贵重，嗨，就是一用着趁手的武器打架，还是赤手空拳最舒服。不知为何，我说完这句话后，于娇肉眼可见的不高兴。她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抚着那鞭子，目光深情的像是看情人一般，有种莫名的忧伤笼罩着她。我顿时不高兴了，吃味地将鞭子扔到一边，自动将脑袋顶在她手心儿，小心翼翼地蹭了蹭，摸我。小公子根本禁不得逗弄，没一会儿就昏昏沉沉地睡去。我来到了祠堂，那群鬼最后的气息是在这里消失的。他们能够藏身且让我奈何不了的地方只有一个，牌位。果然，祠堂里的牌位少了一个，不出意外，应当是被我杀了的那只鬼的。那这岂不是说明这所宅子里死掉的所有人都化成了恶鬼？
周遭其他的牌位纷纷倒塌，唯有一名为验刃的牌位牢牢地立在正中央，像是在震慑着什么一样。看来这个宅子藏了不少秘密。我突然想起了那群恶鬼喊的验刃，我是验刃，但我的记忆仅仅从成为恶鬼开始，手便不由自主地浮向了名为验刃的牌位。在接触的刹那，我脑中飞快地闪过一些片段，可这些片段太多太快，就像是一团乱麻层层叠在一起，我根本无法理清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。周遭的空气产生了剧烈的波动，祠堂的白色蜡烛像是被什么催动一般疯狂燃烧，连带着那些牌位都在颤抖。可未成想，有道诡异的乐声传来，拼命拉扯我的理智，像是恨不得穿透我的耳膜。我放弃用理智对抗，决定顺从。遥遥的便闻到了一阵刺鼻的血腥味。当我清醒时，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法阵中央，对面的则是厨房的一个下人，叫李斯。平日里话最少，也不怎么露面，但相比其他人，对于娇最为关切。只是想不到他还有这一面，竟然有能够控制鬼的手段。他似乎意识到我的到来，将手上的骨笛收了回去。他垂眸作揖，面上一派恭敬：“鬼神大人，前几日是小人的不对，多有叨扰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同小人计较。这些是小人为您献上的祭品，我环视四周，祭品都是一些现杀的动物，血淋淋的，没有丝毫美感，简直让鬼倒胃口。”我动了怒，那群祭品很快化作一团飞灰。李思四早已预料到，勾了勾唇，露出森森白牙：“大人，小人知道您必然看不上这等俗物，我们会向您奉上最完美的祭品——鱼胶。只要您最后留他一命，他是傻了残了，随您玩。”说着，李斯便将带有鱼胶生辰八字与胎发的荷包烧了过来。我捏在手心，却在瞧见鱼胶的八字时微微一愣。难怪他们将鱼胶带到凶宅的目的不是让他死，而是让他活，疯子一样的活下来。李思四早已笃定我会答应，他正准备告退时，周围的黑暗迅速如同海啸般压下，缓缓绞紧。跑什么？我的语气近乎于温柔，手却伸向了他的心脏，轻轻一拽。他因为惊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极致的恐惧压根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本来欲伸进衣袖中掏骨笛的手突然垂落，骨笛砸到了地面上，却毫发无损。我读取了李斯的记忆，果然他知道的不多，只是个传递消息的中间人。就连那骨笛，他都不知道真正的用途。骨笛，活人骨所制，最为阴邪，虽可以控制鬼，但稍有不慎会被恶鬼反噬。但能够控制我这种修为的恶鬼，想必这骨笛的主人生前定然是个厉害人物。我将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捏碎，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多了呀。可一大早，于娇就将所有仆人召集了起来。小公子穿着白色斗篷，脸上带着红晕，琥珀色的瞳孔浅淡而又迷蒙，嘴巴微微张着，我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吸声。等等，我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将深入他衣襟的触手收了回来。但小公子的衣物太过于繁琐，全然没有昨日在榻上那般方便。我的触手因为迷路碰到点什么不该碰的，也是可以被原谅的，对吧？底下的仆人们看着，似乎不理解为何小公子将他们叫来，却一言不发。有人咳嗽了几声，小公子这才如梦初醒。他小心地挪了挪步子，确定离我远了些。他将自己要说的话写在了纸上，递给了管家。在诸位的照料下，我的身体有了起色。各位随我背井离乡来到此处，我着实过意不去。今日开始给诸位半年的休沐时间，月钱为往日3倍。此言一出，底下人瞬间变了颜色，甚至声音越来越大。最终，他们纷纷跪了下来，表示自己对于娇忠心耿耿，绝对没有要离去的想法。娇娇是怕我伤害他们，我环着于娇的腰，用仿佛吃人的目光盯着她。于娇连连否认，但她的小动作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于娇是怕我的，毕竟已经死了一个家仆。虽然知道是这种结果，但到底是有些不爽。她略有些紧张，生怕我会阻拦般，嘴唇都咬得发白。见众人还是不肯离去，于娇掏出一块令牌，一闪而过。众人咬咬牙，最终还是跪了下去。于娇止住了他们即将脱口而出的话，但其中言语不言而喻。看来平日里最是心软的小公子，这回是铁了心要赶他们走。可惜这场主仆情深的背后，却是无穷无尽的恶意。院中的仆人少了不少，只有几个年纪大的表示无牵无挂，宁死都不肯离去。看上去倒是忠心的很。娇生惯养的小公子啊，身边没有伺候的人啊，该怎么办呢？只能以身饲鬼了呢。小公子几乎是亲眼瞧着那群人走了才肯放心。无人知道的角落，一人缓缓摘落兜帽，露出呆滞的双目，双腿跪下，对我道：“主人是李斯。”我赐给了他草木灰制成的心脏，他就成为了我藏在对方那里的眼睛。看吧，本来还张狂到以为可以掌控恶鬼的人类，最终还是会对摘了他心脏的人俯首称臣。他有了消息，
让我们将小公子的贴身物件埋在这几处。我瞧着这几个方位，脑里迅速闪过一个法阵的名字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妄下定论。我寻了那几个方位，果然每处都有于娇的替身小人以及他的生辰八字。只不过这法阵残缺不全，本来阴毒无比的法阵像是被什么扭转了一般，不再具有之前的效力，反而会反噬施法者，暂时构不成威胁。不过这幕后之人竟然对此处这般熟悉。继续盯着，可怜的小公子啊，看到了吗？除了被你所厌恶的恶鬼，好像任何人都想害你呢。剩下的几个仆人都住去了外院，没有小公子的吩咐，接近不了他的房间。毕竟他们善良的小公子要以身饲养恶鬼呢。半夜醒来，我身边却不见于娇。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的位置。只见小公子闭着眼睛，整个人浸泡在了荷塘中，白色的里衣紧紧贴在身上，肤白唇红，艳丽逼人，在这墨染一般的黑夜中格外亮眼，像极了吸食精气的恶鬼。他许是累极了，时不时传来水声，像是有什么拍打着水面。在鱼礁不远处，有个蓝色的东西从水面掠过，又迅速消失于水中，好像是鱼尾。我凑近了些，他像是感知到我的到来，突然睁开了双眼。鱼礁的脸红得要命，仿佛一颗熟透了的浆果，轻轻一碰就能流出甜美的浆液。这副清纯而又无辜的模样，这对我来说是妥妥的引诱。我跳进了水中，抱住了鱼礁，发觉他身子凉得惊人，便施法给他渡过去一些热量。目光幽深，有人欺负娇娇了，病弱的小公子绝对不会跳进池塘里的，除非有人故意这么做。想不到留下的那几个人还有这么不老实的，我起了杀心。鱼礁拼命摇了摇头，四周掀起了水花。我扣住他的细腰，让彼此更贴合了些，手不自觉地向下，却好像是碰到了滑腻腻的鳞片一样的东西，有种很奇妙的感觉。同时，我总感觉有钩子似的东西从我脚腕一点点缠了上去，粗粝、深重，带着夺人的重欲，狠狠地刮过我的皮肤，一点点绞紧、渗透。恶鬼没有尸体，按理来说不会有这种感觉，除非正当我想要深究之际，我手下的触感却完完全全变成了柔韧的腰肢。映入眼帘的是鱼礁湿润的睫毛之下，水光盈盈、亮得惊人的眸子，让我晃了神。他的脸颊蹭了蹭我的手，身体好，水很好，别担心，关心则乱。鱼礁身体里有我的灵力，状况是比之前是好了不少。不过小公子在对我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池塘里漂泊着一叶小舟，鱼礁极其快地朝那个方向瞄了一眼，似是无声的暗示，隐隐有某种隐秘而又甜腻的情绪流转，气氛迅速升温。紧接着对我做了个口型，搞我比崩越坏。小舟行在了荷塘深处，雨水逐渐汇聚于荷叶的中央，又颤颤巍巍地抖了下去。那条蓝色的鱼尾似乎再也没有出现。我去了水底探查，荷塘里一条鱼儿都没有。那昨日的鱼尾，不好了，小公子在祠堂晕倒了。只是一会儿没在鱼礁身边。我收起了思绪，捏了法诀，只是没想到那几个仆人早就赶去了祠堂。鱼礁早已醒了过来，跪在蒲团之上，腰微微弯着，面色惨白，眼中却带着恐怖的红，像是在狠狠压抑着什么，如同壳子里换了一个人。地面一片灰烬，像是刚刚烧过什么东西。我突然看向已经空了的供桌，鱼礁将所有的牌位都烧了。那群鬼虽法力低微，但胜在魂魄坚韧，藏了鬼息，躲在这牌位中，岂是普通的火能杀得了的？可我的法力显示，这群恶鬼确实是没了踪迹。无事，鱼礁摇了摇头，将那群人打发走。小公子似又恢复成原先柔柔弱弱的模样，渲然欲泣，一直自责着自己的不小心。我好笨，都烧了。他的手上带着灰，纯白的衣角灰扑扑的，目光太过于纯良，让我不由得心生怜悯。他琥珀色的眼珠攒动，藏着春火，一触即燃，缓缓解开了腰带，露出他藏在怀里的红色牌位，似笃定又似试探，夹杂着某种不能够宣之于口的情绪。验认，名字你的，我承认了。鱼礁似是很高兴，他手指微微蜷缩，压抑着某种情绪。我有些好奇鱼礁为何知道。听过。哦，我出不了宅子，对外界之事并不了解。很厉害，小公子惜字如金，竟然夸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鬼厉害。此后祠堂意外走水，但也无人在意，毕竟是几百年不见人烟的祠堂，供奉的香火早已断去。鱼礁顺理成章地将我的牌位放在自己房中。小公子手指细嫩，葱尖似的，饮了茶，指尖藏着水珠，不经意间浮上我的牌位。自我找回了自己的名字，同这牌位之间的感应越来越强烈。而鱼礁的此番动作却像是落在了实处，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阿任，小公子放下了书卷，认认真真地盯着我。成亲，我有些诧异，抓起他的食指放在唇边，仔细把玩。为何？周公之礼，
只有成亲。我脑中闪过断断续续的画面，可我抓不到什么，只能继续混不吝地欺负他。可是娇娇，我们就这样不是很快乐吗？再说了，人鬼殊途，娇娇小公子肉眼可见的情绪低落，甚至拒绝同我亲近。不过没关系，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，别拦我。现在我让你夜夜成亲。于娇似对成亲有了执念，即使我变着花样的折腾他，他竟然还有精力下榻。他这人买了红纸红布，原先鬼气森森的宅院倒显得喜气洋洋。那几个仆人一脸疑惑，斟酌着言语，小公子可是看上哪家的姑娘，这般着急成亲？成亲可是大事儿，要不要先给京城那边传个信儿？于娇垂眸，遮盖住了一片冷光，但他手上剪窗花的动作没停。他指了指我的方向，夫人在这。仆人们看着面前空空如也的场景，面面相觑。他有些生气，皱了皱眉，挡在我面前，失礼，不要看。我环抱住于娇的腰，觉得这几日他瘦了不少，何必呢？娇娇，你都瞧不见我，我可是恶鬼呢。于娇偏生固执，瘦弱的身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，一点一点掰开我的手指，又拿起剪刀去剪喜字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于娇要求仆人们戴上红腰带，穿的喜庆些，见到我必须喊夫人，饭桌上也会留我一个位置，亲自给我喂饭，甚至还给我量身做了喜服。多日相处，他对我的尺寸烂熟于心，小公子也不肯假手于人。喜服上的绣花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做的，漂亮的紧。快傍晚时分，他甚至将我牌位抱着一起纳凉。仆人们吓得要死，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到了要下小公子的命令，但只有他们之中几个地位比较高的人了解内幕。现如今那群人走了，剩在宅院中的几人也早就收了心思，只是没想到现如今被小公子吓了个半死。他们用信鸽向京城传了信，我没有阻拦，毕竟这背后之人定然以为事情要成了。毕竟于娇他疯了，疯到竟然会选择和一个恶鬼、一个牌位成亲。京城那边很快就派过来了个道士，几乎一进门就说这里鬼气冲天，小公子被迷惑在了温柔乡，需要驱鬼。于娇自然是不肯，要将他赶出去。那老道士并不强求，不过老道士走之前送给了他一本书。于娇本来看都没看就要将那书扔掉，可一阵风吹来，突然露出来了一行字。小公子面上露出欣喜的神色，迅速蹲下身来，将书捡起来藏进自己怀中。而那老道对我拦住了去路。呵，大老远的就闻到一股浪里浪气的味儿。龙川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那老道挑了挑唇，露出与年纪不相符的笑。很快他面容变幻，倒成了一副浪荡公子哥的模样，只是头上有2对龙角。你这么快就认出我来，还不承认对我有意？承认吧，你被本公子的帅气迷了眼。龙川为龙族之人，100年前因为撬了自己哥哥的墙角被追杀。我虽困在宅子中，但用了幻术帮他躲过一劫。这人放浪形骸，多喜欢言语撩拨，所以我对他说的话并不在意。龙川笑嘻嘻的，我察觉到你同这座宅子的联系弱了，所以特意来瞧瞧，没成想撞上个道士，就先扮成他的模样。我猜的没错，那道士只是个探路的。龙川突然收起了嬉皮笑脸，一本正经地问，你是不是快要能出来了？不，我摇摇头，恶鬼不入轮回，最喜阴气。我在这座宅子待了100年，就算我能出去，限制颇多。龙川语音上挑，暗含深意。若是你能拥有肉体呢？山高水远，天地辽阔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心动，但根本不可能。我的肉体早已毁灭，而且让恶鬼重新拥有肉体，乃是逆天之举。龙川似看出了什么，话头一转，我就说说而已，这么严肃干嘛？那老道还在我手中，幕后之人也在这宅子不远处，我帮你引来他。多谢。那人一身贵气，只是印堂发黑，看上去心思不正。他兴冲冲地踏入了宅院中，一进门我就让他看到了于娇发疯以致头发散乱的幻象。他竟然癫狂地笑了起来。成了，成了。趁机我读取了他的记忆，他是皇帝，于娇是他的小儿子，皇后所生，封为太子。小太子从小就被占出了帝王命格，且会名垂青史，而皇帝政绩平庸，且被人诟病。他和小太子会一荣一损，此消彼长。他忍受不了小太子一日日的成长，好像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他，他在老去，他的江山会被眼前这个年轻力壮的继承人抢去。所以他让国师改了于娇的命格，让他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自己吸取了于娇的生机，反而越来越年轻。默认后宫的嫔妃欺辱他们母子，皇后去世，小太子却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。他慌了，所以受益得宠的嫔妃诬陷于娇。老皇帝突然想起了皇陵中埋藏的典籍，他祖先曾是修道之人，刚好是这座宅子主人的一名弟子，因外出游历才躲过一劫。验认为妖背叛师门，幻运之阵法炼化同门数百人，是为杀神。幻运，老皇帝心神一动，让于娇以祈福的名义来了这座鬼宅，让仆人将他弄疯。
妄图靠着这里的阵法彻底将于娇身上的气运转移到自己身上，这样他才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。小太子在祈福的路途中疯了，多么完美的结局，不是吗？曹，真毒啊！老蠢货，睁眼！我强行让老皇帝睁眼，让他瞧见了于娇好好生活着的一幕。恰好于娇像有感应般往这边瞧过来，但我用隐身术遮挡了老皇帝的身形。毕竟心软的小公子会为了区区一个下人去死，更别提想要他命的父亲了。小公子知道了的话会伤心的，不知道要哄多久才好。老皇帝一脸茫然，我冷笑，怎么，你的儿子不认识了？不可能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不是于娇，不是，则死到临头了还不承认。既然他想偷于娇的运，想成为千古一帝，那就如他所愿好了。毕竟梦里什么都有啊，疯掉的皇帝，沉睡不醒的梦境，加速衰老的身体，一点点坏掉的内脏，我要让他清醒的死。老皇帝昏迷着被护送回京，其余的仆人纷纷逃命。小公子对这一切浑然未知，即使只有他一个活人，他也要成亲。我委婉地提醒娇娇，其实你也不必如此遵循礼法。不喜欢我也不是，成亲3日后大婚。龙川仍是流里流气的模样，人同鬼结合，有违天地，你的小公子会受天谴的。你没感觉到他脸色越来越差了吗？即使你已经给他输送了好几次灵力，我同他成婚是要上报天地的，这也是我一直想要逃避的原因。一直做快乐的事儿不好吗？我有些发愁，不愿穿上那嫁衣，总觉得会糟蹋了小公子的心意。想我燕人一生作恶多端，可没这般玩弄过感情啊。思索之际，于娇走了过来，她端来了一碗汤，目光温柔地叮嘱我喝下。可我还是闻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，我犹豫了。于娇明白我瞧出来了，便举起匕首对准自己的脖颈，目光温柔，阿任，乖，喝了，永远在一起，否则我死成鬼。合葬，于娇不会害我，但我想不到她骨子里藏着风，我担心她受伤，便乖乖喝了汤。只是突然脑袋昏昏沉沉，一下子就晕了过去。还有些意识之际，我似瞧见于娇蹲下身，轻抚我的脸颊，她竟然张口说话，和之前在幻境里的声音完全不同。阿任，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新娘子来喽！耳畔传来了鞭炮声，人声鼎沸。我感觉身子沉沉的，同之前魂魄状态的我完全不一样。我被人推搡着进门，一拜天地，我机械地弯腰；二拜高堂，从红盖头之下的缝隙，我瞧见了来往宾客的脚，都是悬浮的纸人。三拜，我突地揭开红盖头，纸人们两颊染着红色的一团，看上去阴森可怖。阿任，于娇脸色更苍白了，但她还是抓起了我的手，似在压抑着咳嗽。是热的，还好于娇没有犯傻，可我竟然有了尸体。这具身体的骨肉同我如此契合，就像是我原来的一样。及时莫误。说罢，于娇要给我盖上红盖头，我却打断了她。娇娇，游戏结束了。我手指点在于娇额头，缓缓注入大半法力。我会保你一世无虞，健康安乐。忘了我吧，我逃婚了。光风霁月的小公子实在不应该为我这般痴狂。我只是一个他连面容都不知的恶鬼，哪有什么感天动地的爱情可言？一切只不过是恶鬼的迷惑。没有了这段记忆，相信小公子很快会醒悟过来。我离开了宅子，去看自己向往的人间。龙川也经常提着酒找我，只是我心头觉得空落落的。最近龙川身上挂了彩，我有些好笑。你又招惹哪家姑娘了？我哪知道，我最近就同你走得近些，可惜招惹不上半分。那妖好生厉害，光往我龙脚上踹，可恶，这是让老子断子绝孙。龙川挨打是家常便饭，只要打不死，随便。我并不打算为他出头，只是我没想到，不到1个月，我就听到了于娇要成亲的消息，说是于娇就下了个姑娘。那姑娘对他以身相许，二人情投意合，转而要成亲。而龙川喝醉了酒，竟然说出了于娇用血肉为我重塑身躯的事儿。妈的！我给了龙川一拳，愤恨道：等我来了弄死你！随着离那鬼宅越来越近，我生前的记忆也在一点点恢复，像是找到了线头，终于开始串联。鬼宅翻新成了漂亮的庄子，于府上下挂满了红色绸缎，小厮在门口一脸笑意地迎接着过往的宾客。我突然想起当时的于娇满心欢喜的希望我们能够成婚的场景，心痛更甚。奇怪的是，新郎新娘并没有拜堂，据说不喜欢繁文缛节。夜晚，我偷偷溜进去了新房，新娘子盖着盖头，俏生生地坐在床的正中央。得罪了，我小声说了句儿，便闪到新娘身边，想要将她给弄晕，却不成想，一截手腕从衣袖伸出，狠狠攥住了我。鱼尾从她的喜服下画出，蓝色的鳞片带着肃杀的意味。她拽着我的手，借力掀开了自己的盖头。
那张面庞妖异非常，一半纯净一半却恐怖诡谲，是鱼胶，却又不是鱼胶。他冷冷地问：不想嫁我？他力气很大，一把将我拽入他怀里，怎么都挣不开，病态而又偏执。那娶我？他的唇凑近了我，记忆中的鲛人和面前的人重叠。我翻身，好。鱼胶番外，我是鲛人，被一个捉妖师抓住了，他叫燕刃，我成为了他的妖仆。他将我养在后山灵泉，尽了我的灵力，以除我身上的凶性。每次受伤，他都会泡进来，我沾上了他的血，而我则是用鱼尾缠上他，思考着勒死他的可能性。可有一日，他突然抓住了我的命脉，娇，想不到你别的地方一点都不娇啊！我挑唇，试试。我们有了第一次、第二次，无数次。灵泉是我们快乐的场所，可我还是被发现了。他们让燕刃放弃我，他不肯，受了不少的刑罚。我心疼他，便将自己鳞片拔下来，制成鞭子送给他。有了这鞭子，燕刃如虎添翼，再加上根骨齐家，他一跃成为最强捉妖师。可后来他被传判出师门，他将我送走，约定会来找我。开心点，娇，就算死，我的魂也会爬回来找你。更何况他们都太弱了，等我将他们都弄死，就来接你。我当时恨自己没用，可后来再听到的是他的死讯。外人传他受妖蛊惑，叛逃师门，修炼幻运阵法，一己之力灭了整个除妖师满门。我不信他会死。大悲之下，我强行突破了禁制，一跃有成为龙的潜质。但我要找他，燕刃。黄泉没有他的魂魄，人间也没有他的气息，就像他从未存在过一般。我不甘心。终于，我打听到他们最后一战的府邸，可我进不去。我开始寻找那群除妖师留下的后人，刚好找到了要被人陷害的小太子。他厌恶被人算计，求我帮他逃脱，而我借他的身份成了小公子鱼胶。随行的人我都施了术法，所以我还是用了我本来的面貌。我顺利进去了那座鬼宅。我知道所有人都将我视作猎物，可真正的猎人不会在一开始暴露，他会潜伏在暗处，悄然狩猎。我能感受到燕刃在这里，他的魂魄被拘在这里，可他好像不认识我了。没关系，我会以这副面貌再一次让他爱上我。燕刃还是这么喜欢捉弄我。我是体弱的小公子，他却想将我吓跑。虽然我低头碰到了他掌心，几百年的思念差点决堤，我想要更多，但我忍住了。我求他放过我，但我知道他不会的。燕刃一旦看上一件东西，费尽手段也会弄来，离经叛道，强取豪夺。我现在对他来说只是有点漂亮的易碎小瓷器罢了，所以我在他面前寻死，这能让他对我的兴趣更甚。后来他将我拖入他亲手打造的幻境，那地面的沼泽差点暴露了我的真面目。摇尾乞怜，泪眼婆娑，燕刃从来都抵挡不住这样的我。我顺势提出让他只欺负我一个，他果然欺负的我更加厉害，还喂给我不少东西。甚至面对那镜子，后来烧元宝的时候，我遇到了那群捉妖师，他们果然和之前一样讨厌，但我不能弄死他们。谁让我在燕刃面前是病弱的公子哥？燕刃拿出了我送给他的鞭子，我很开心，他竟然一直带着，可他竟然想送给我。我只不过是他才见了几面的陌生人，他竟然把我之前送给他的鞭子送给我，生气。可那群恶鬼说燕刃他失忆了，好吧，暂时原谅他。后来因为长久待在陆地上，我的人形快维持不住，所以我去了池塘，没想到又被燕刃发现。为了不让他发现我是鲛人，我格外主动，可没想到那群捉妖师恶鬼知道了，他们想威胁我。呵呵，我怎么可能给他们机会？再说了，我不是之前躲在燕刃背后需要人保护的鲛人了。我修炼了业火，对魂魄损伤很大，他们最终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他们。如此，我便知道了真相。他们嫉妒燕刃根骨，越发觉得燕刃不受控制，决定举全门之力，先是诬陷，后又打算将燕刃逼死在幻运的阵法上，剥夺燕刃的神骨，祭品是一个村庄的人命。只是没想到阵法反被燕刃给破了。除妖师以安定天下为己任，但他们竟然为了一己之私，使如此阴毒的法术。燕刃杀光了他们，但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他将他们魂魄封印在此处，并以自身魂魄镇压。弥留之际，他硬生生剖开自己胸膛，拿出一根骨头，制成了骨笛。娇，但愿你别哭鼻子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这根笛子替我向你赔罪。只是没想到，骨笛被那狗皇帝的仙人捡去，成了恶鬼。燕刃失去了记忆，但他本能就是要在这里守着，从未想过离开。我的燕刃啊，从前他是多向往自由的一个人，而这个宅子是一个以他本身为祭品的法阵，能够削弱恶鬼灵魂。他同那些捉妖师的魂魄会一起被削弱，最终同归于尽。
几百年的消磨，他们的魂魄相比之前弱得可怕。我不敢想，要是我晚来一会儿，燕刃便会真的消散于天地间。而我心中又升起隐秘的欢喜。燕刃他没有失约，我杀了他们，切断了他们绑在燕刃身上的线。我真的好想见一见燕刃的样子，每天都是只能碰一碰，却瞧不见，我快疯了，甚至快要维持不住于娇本来的人设。我想给他恢复肉身，鲛珠、天蚕我都有，可最后一位情械我不得其法。直到有个老道士送来了一本书，我在他身上闻到了同类的气息。不过没关系，能救燕刃就好啊。我喂给了燕刃鲛人血肉，打下了鳞片，做成阵法。他有了肉身，却不想同我成婚。我明白他不想拖累身为人类的我，但我知道他最恨欺骗，所以不敢说出我的真实身份。可他最后竟然妄图抹掉我的记忆。他离开宅子后，看似很自在，整天和那条没个正形的龙混在一起。我见一次打一次那破龙，想把他龙角踹断。但燕刃每个晚上都会喊我的名字，然后再说一些不可描述的话。呸！我决定赌一把。我放出消息说我要成婚，果然燕刃坐不住了。我扮成新娘子，坐在喜床，低头瞧着燕刃的脚步越来越近。我勾了勾唇，这下不会再让你跑了。晚安。